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我们解读发表于《自然综述神经科学》2025年的最新研究，深入探讨思维在大脑中的具体栖息地。芝加哥大学科研团队通过全脑分析，挑战了以往大脑严谨分区的传统观念。研究的核心结论指出，认知并非局限在特定区域，而是由全域联动的动态神经网络共同驱动。这种从局部掌管到全域联动的范式转换，揭示了思维的全息运作模式，为理解人类智能本质提供了关键证据。这种全域视角的提出，源于对认知栖息地长久以来的追问。思考、决策与记忆被统称为认知，是人类心智区别于机器的核心。然而，以往研究始终无法精确定位这些无形指令的物理落点。当一个决定在脑中成型时，复杂的信号流在神经元间穿梭，却没有任何特定区域能宣称拥有主权。这种现象说明，认知并非简单的点对点映射，其本质挑战着传统的脑图谱定位。这种定位难题与过去1个世纪的主流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传统神经科学将大脑视为一块严谨的拼图，认为功能与区域是严格锁定的。基于早期的电刺激实验和单电极记录，学界划分出了明确的功能界限。例如，视觉皮层只负责视觉解析，运动皮层只负责动作执行。复杂的高级认知则被认为完全局限在前额叶联络区。这种局部模块化的观念长期主导着脑科学研究的主流认知。随着观测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旧有的分区观念正迎来技术起点。科学家利用 Neural Pixels 探针，在单根设备上集成数百个通道，实现了单神经元级别的极高分辨率。同时，双光子盖成像技术能同步追踪高达100万个神经元的活动状态。这些工具提供了超大视野，让我们能以前所未有的上帝视角揭示全脑尺度的动态联动网络，从而彻底重构了认知的探测边界。这种强大的观测能力让科学家捕捉到了违背直觉的异常现象。在小鼠实验中，专门处理视觉信息的皮层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剧烈波动。研究数据发现，视觉区高达30%到40%的神经活动变化，竟然与眼前的图像完全无关。这些信号的源头仅仅是小鼠面部极细微的抽动。这种全息涟漪般的信号瞬间传遍初级感知区，有力地证明了大脑不同功能区之间的深度耦合。这种全域耦合在任务复杂度提升时表现得更为显著。通过解码小鼠全脑网络发现，单纯的视觉刺激仅涉及201个脑区中的40个。然而，一旦进入行为选择阶段，受影响区域会迅速扩散至172个。到了结果反馈阶段，参与脑区更是高达198个，几乎覆盖了所有皮层区域。这组数据有力地证明，认知深度的增加会触发大脑从局部响应向全域动员的规模化转变。小鼠大脑的这种全域联动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促使科学家转向研究解剖结构更复杂的猕猴。相比小鼠97%的高连接率和平滑皮层，猕猴大脑表现出更强的模块化，且其连接率仅为60%。但猕猴拥有3倍于小鼠的独立脑区，以及深度折叠的复杂褶皱结构。这种解剖学上的差异要求在灵长类中重新验证认知全域联动的物理边界。面对庞大的灵长类大脑，科学家利用深度任务采样法破局。由于无法一次看清全貌，便在多次实验中使用完全相同的任务。研究者通过记录不同的大脑切片，获取海量局部神经信号。这些数据被精密拼合成一张全脑 3D 图谱。这种范式直观揭示了不同脑区间的协作，为定位认知信号提供了底层依据。这是解析人类复杂思维物理路径的关键手段。这种采样方法被应用于运动方向判别的经典范式。首先，初级视觉区 MT 负责提取视觉证据，从闪烁点中识别出运动方向。随后，顶内沟外侧 LIP 区域开始随时间累积这些嘈杂信息，形成核心判断依据。最后，由上丘 SC 下达指令并执行动作。这一流程完整刻画了大脑如何将底层感官特征通过多级整合，最终转化为指向明确的物理行动。除了感官整合，更抽象的触觉记忆比对揭示了认知的另一面。实验中，猕猴需首先感受频率为 F1的指尖振动，随后进入无刺激的延迟期。
大脑必须在此时维持对 F1 的内部记忆。当新频率 F2 出现时，猕猴调取记忆进行比对并做出决策。这一过程证明了认知系统能在大脑内部处理抽象信号，而无需依赖外部物理输入的持续刺激。视觉抽象归类标志着认知进入了概念形成阶段。猕猴在此范式中需要学习人为设定的类别边界。当样本方向出现时，大脑不仅记录物理特征，还会进行规则比对，以判定其抽象归属。即便方向极其接近，只要跨越了边界，神经反应就截然不同。这证明认知系统能基于主观经验，将原始信号重构为逻辑概念，从而实现从基础感知到高级思维的本质跨越。综合这些任务，发现了一个惊人规律：负责高级思考的脑区其实是准备运动区。初级感知区如 MT 只关心当下，其信号随刺激消失而迅速回落。相比之下，预谋运动区如 LIP 则能维持过去与未来，即使在无刺激的延迟期，这些区域依然剧烈放电并保存记忆。这种机制利用运动筹划来承载认知，从而模糊了思考与行动之间的物理界限。高级思考对运动区域的重度借用，引发了名为认知泄漏的独特生理现象。实验中，即便明确要求受试者保持绝对静止，高强度的内部逻辑活动依然会诱发极其微小、不听指令的躯体震颤。就像德州扑克中的微表情一样，这些物理细节精准出卖了大脑的内部决策。这有力证明了认知并非被锁闭的孤立回路，而是会持续溢出到全脑运动系统。眼动研究为认知泄漏提供了精确证据。分类任务中，即便猕猴死盯着中心红点，其极其微小的眼动轨迹依然暴露了真实的思维。科学家通过分析散点图数据发现，注释解码的准确率接近 70%， 该结果显著高于随机对照组的基准水平。实验数据量化地证明，大脑在进行逻辑分类时，高层认知信号会不可避免地溢出到眼球肌肉的运动控制逻辑中。认知泄漏并非灵长类特有，跨物种证据在啮齿类中同样显著。研究发现，小鼠在记忆导航任务中的胡须抽动，能揭示其是否进入任务专注状态；而在等待决策期间，大鼠头部的微小偏转角度可以直接预测其最终的左右选择。这些物理映射证明，不同物种的大脑都倾向于将内部思维持续投射到躯体末端，形成了一种生物共有的微表情编码。虽然躯体偶有泄漏，但大部分思考并不会引发实际动作。其奥秘在于运动零空间机制。在运动前驱的多维网络中，认知思考占据了与真实行动完全垂直的正交维度。这意味着大脑能在这片巨大的数据空间内进行模拟演练，而不会误触肌肉收缩。这种数学层面的隔离让运动系统成为了承载复杂思考的理想沙盘，而泄漏则是正交性在极限状态下的边缘溢出。在保障思考独立性的同时，大脑还遵循着按需调配的核心法则。网络招募的广度并非固定，而是直接取决于当前的认知负荷。任务难度越高，牵扯的计算步骤越多，被点亮的脑区范围就越广阔。当认知负荷达到峰值时，全脑会进入系统性的动员状态。这种灵活调度确保了有限资源能精准投入到最复杂的计算逻辑中。这种全域调配机制得到了光遗传学实验的有力证实。科学家精准抑制了小鼠皮层内的29个不同区域进行功能对比。研究发现，简单任务仅需局部参与，但面对记忆与证据累积等高难度任务时，抑制其中任意区域都会引发严重的行为崩溃。这直观证明了高级认知并不依赖特定的单一核心，而是由一个缺一不可的庞大全皮层网络在支撑。这种精密的协作机制构成了复杂思考的物理边界。这种全域动员的物理规模并非天生固定，而是由学习经验在皮层动态雕刻而成。灵长类研究证明，经过1000小时的高难度训练，大脑的信息处理路径会发生根本性重构。以抽象分类为例，在猕猴成长为专家的过程中，原本边缘的顶叶 LIP 区域，其神经活跃度会出现爆发式增长。这种明确的网络扩展证据揭示了认知系统的物理广度会随经验累积而持续向外扩张。在大脑网络扩展的基础上，科学家提出了分布式且多格式表达的终极模型。大脑并非在各区域复制粘贴同一念头，而是将认知信息实时转换为不同的数据格式。
这种多态度的表征，让原始想法在不同模块中呈现出网格或波形等物理映射。正是这种多重编码的冗余设计，构成了人类认知灵活性的物理基石，确保了思维在不同场景下的无缝流转。既然思维呈现出多格式的分布特征，那么是谁在瞬间跨越整个大脑来调配这些网络？科学界将下一个10年的研究焦点锁定了神经调制系统，例如由蓝斑核分泌的去甲肾上腺素，其释放动态与大脑的唤醒度、警觉性以及努力程度均紧密相关。这些化学系统被视为连接全域网络的终极开关。揭示这套指挥系统的协作逻辑是破译大脑全域协同的关键，也是当前最前沿的未解之谜。我们的思维并不栖息在某个单一区域，它是一场席卷全脑的动员。通过对小鼠和灵长类的深度采样研究，科学家证明认知信号会从局部感官区溢出，信号最终汇聚到预谋运动区，形成了跨越200个脑区的全域协同。这种无界认知的发现不仅解释了身体泄露思维的机制，更揭示了大脑极高的逻辑灵活性。未来研究将聚焦全域网络如何瞬时同步。这一范式转变重塑了我们对思维本质的理解，并为类脑智能提供了演化蓝图。